21.966，這是2026年6月18日行政院院會通過的一份特別條例草案裡打算買下的無人載具總數，不是21萬個零件，不是21萬顆螺絲，是21萬架會飛的東西，加上会在海上自己跑的船，金額是新台幣2100億元。然後我要給你第二個數字，28436，這是2026年度國防部預算書上志願役士兵的預算員額。注意這5個字，志願役士兵，不含軍官，不含士官，不含義務役，就是那群真的要把無人機從箱子裡搬出來，開機、起飛、回收、充電、換獎、修好，再放回箱子裡的人。我們來做一道小學生的除法，21.966除以28436，答案是 7.42。一個志願役士兵要雇 7.4 架，這是什麼概念？相當於你們公司規定每個人負責保管7台筆電，聽起來還好對吧？但這7台筆電會飛，會爆炸，會被干擾，會沒電，會在海上失聯，而且平均一台大約100萬元，等於一台入門的國產房車。一個人管7台車，還要在有人正在打你的時候管。更奇怪的地方在後面，錢是往上編的，人是往下掉的。2024年志願役士兵的預算員額是41670人，2025年36637人，到了2026年剩28436人，2年之間少了13234人。一邊是2100億元的採購清單越開越長，一邊是要按下起飛鍵的那批人越來越少，這2條線就這樣交叉了。所以今天這一集我只想問一個很直白的問題，這21萬架東西買回來誰來飛？我們先把這張清單攤開，一項一項數清楚。這份草案的名字叫《國防自主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主管機關是國防部，依預算法第83條第1項編列特別預算，施行期間從2026年8月1日到2031年12月31日，大約5年。裡面要買的東西只有3項。第1項，濱海監偵型無人機1446架，這是眼睛，它不打人，它負責看，負責在海面上把目標找出來，然後把坐標丟給後面。第2項，濱海攻擊型無人機208200架，這是本集的主角，我等一下會給它取個綽號。第3項，小型自殺無人艇1320艘，這一項的預算大約280億元，1446加20萬8200加1320等於21.966，三項加起來完全吻合，沒有藏東西，也沒有多出來的品項。所以你看清楚了，這21萬架裡面有208200架是同一種東西，占了將近 99%。也就是說，這根本不是一份多樣化的採购清單，這是一份單一品項的大量採購，其他2項只是配菜。我給這208200架取個綽號，就叫消耗鳥。為什麼叫消耗鳥？因為濱海攻擊型無人機在設計上就不是拿來反復使用的，它飛出去撞上去就結束了。它跟戰鬥機不一樣，戰鬥機是資產，要保養，要延壽，要算飛行時數。消耗鳥是彈藥，它的正確歸類是子彈，不是飛機。這個分別非常重要，因為它會直接改寫我們開場那道除法。這條線我們後面還會用到。再來算單價，2100億元除以21.966，平均每一單位大約99.5萬元，我們就抓100萬元整。100萬元一架，貴不貴？如果你把它当飛機看，便宜到不可思議；如果你把它當子彈看，貴到有點嚇人。一發155公里炮彈是幾萬元的量級，一枚防空飛彈是幾千萬的量級。消耗鳥剛好卡在中間那個很尷尬的位置，它比炮彈聰明，比飛彈便宜，這就是它存在的全部理由。那這筆錢現在到哪裡了？這裡要講清楚，避免時間線錯亂。2026年6月18日行政院院會通過，這是行政院自己的程序，不是立法院。6月23日前後，草案在院會復委的階段被表決緩列，卡了一次。7月3日，政院版本跟其他各種版本都獲得復委，交給經濟、外交及國防、財政3個委員會聯席審查。7月16日第一次聯席審查，桌上一共擺了14個版本，談了將近6個小時，沒有共識。
7月27日第2次聯席審查，談了大約8個小時，結果是14案裡面有13案的條文全數保留，送協商，形式上算完成初審。也就是說，到今天為止，這個條例還沒有3讀。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規定，送協商之後有1個月的冷凍期。媒體報道引述的目標時程是8月28日，那是這個會期最後一個週五。但我必須誠實講，那只是報道引述的目標，不是既成事實。到我做這集為止，目前還沒有公開資料能證實它已經通過。版本的差異在哪裡？我不評論政治，只講賬。政院版主張用2100億元的特別預算，一次編足，5年花完。另外有版本主張回歸年度預算，未來6年每年400億元，合計2400億元。還有版本同樣主張年度預算，但沒有定出額度。爭點主要有4個。條例的名稱要怎麼寫？主管機關是國防部還是經濟部？預算走特別預算還是年度預算？施行期間要多長？你發現了嗎？這4個爭點裡面沒有任何一個是在吵要不要買無人機。所有版本都同意要買，吵的是用什麼賬目買，誰來管，買幾年。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方向沒有爭議，爭議在編制與程序。那為什麼會突然冒出這麼一個特別條例呢？因為它其實是補洞的。上位的脈絡是這樣：2025年11月宣布的 1.25 兆元國防特別預算，涵蓋2026年到2033年，共8年，大約400億美元。在那份大賬裡面，無人載具與反制系統這一大類的預算是3350億元，數量就是逾21萬架宇搜。後來 1.25 兆那份特別預算被刪，國防部才單獨把無人機這一塊抽出來，另外提一個特別條例，用的說法是彌補戰力缺口。所以你要理解2100億這個數字不是憑空長出來的，它是從3350億那一格裡面切下來的一塊，原本它是大賬裡的一行，現在它自己變成一本賬。講到這裡，故事應該很單純了。政府要買21萬架，錢卡在立法院，等通過就開始交貨。哪知道現實又反轉了，因為在這條21萬架的線之外，還有另外一條線已經在跑了。軍備局在2026年到2027年，另外有一批軍用商規無人機的採購，總量48750架，金額大約500億元，分2年交付。這批東西跟前面那21萬架不是同一件事，前面那21萬架卡在條例，這48750架是走現有程序的。它一共5款，甲式是短程多旋翼，导控距離超過6公里，就是常听到的第一人称视角侦打與自殺型。2026年7500架，2027年26500架，合計34000架。乙式是中程多旋翼，導控距離超過25公里，1100架加3200架，合計4300架。丙式是長程定翼，導控距離超過90公里，滯空超過2小時，970架加2980架，合計3950架。丁式是短程定翼，導控距離超過30公里，滯空超過30分鐘，1350架加4450架，合計5800架。戊式是垂直起降定翼，導控距離超過100公里，滯空超過2.5小時，350架加350架，合計700架。5款加起來48750架，數字完全對得上。這批採購有2個原則講得很明白。第一，是以國內產制為主，明確要建構非紅供應鏈，排除中國制的零組件。第2個原則，國防部自己的說法是8個字：大量、長單、迭代更新。大量跟長單好懂，迭代更新這4個字才是關鍵。他承認了一件事，這些東西買回來會很快過時。國內業者自己的估算是無人機大概2到3年就迭代一次。你今天簽的合約，交完貨的時候，機型已經是上一代了。所以我們現在手上有2條線，一條是21萬架的消耗鳥，還在等法案；一條是48750架的軍用商規機，已經在走。2條線加起來超過25萬架。現在回頭看分母28436，這個數字到底怎麼來的？它出自國防部2026年度的預算書，是志願役士兵的預算員額，由研究機構的分析披露出來。我們把3年擺在一起看，
2024年志願役總員額162235人，其中士兵41670人。2025年志願役總員額167749人，其中士兵36637人。2026年志願役總員額153965人，其中士兵28436人。先看總員額，2026年比2025年少了6784人，比2024年少了12770人，這個減幅大概相當於一年之間消失了2個聯兵旅。再看士兵，2026年比2025年少了8201人，減幅22%，跟2024年比只剩68%。現在請你把這2個數字放在一起看，總員額減6784人，士兵減8201人，士兵掉的比總員額還多，多掉了1417人。這代表什麼？代表在志願役這個池子裡，軍官跟士官的員額不但沒有跟着掉，賬面上還往上加了1417個。整支部隊的形狀正在變成頭比較大，腳比較小。有人會說，這不就是少子化嗎？確實，他就站在分母那一側，但他在今天這集只會出現這一次，因為他解釋不了為什麼士兵掉的比總員額還兇。人口是慢變數，一年之間不會突然少掉1/4的年輕人，這是編制的重新分配，不是人口。而且還有一件更麻煩的事，上面講的全部都是預算員額，不是實際在營的人。預算員額的意思是賬上有這個位置，錢編好了，位置空住也算數，真正在營的人數是另一回事，那叫編現比。國防部在2025年11月的說法是，全軍編現比 79.2%， 預判年底可以提升到 80%， 而同一年10月的說法才 78.6%。 80% 是什麼概念？就是每5個位置有1個是空的，所以28436這個分母還要再乘上一個小於1的係數，真實的分母比賬面更小，那道除法的答案只會比 7.4 更大。更麻煩的是，招進來的人還會跑。2021年到2024年招獲的志願士兵一共52674人，其中未服滿最少年限就提前離營的有12884人，占 24.47%。也就是說，每4個招進來的志願士兵就有1個提前走。所謂的賠錢退伍，人數是暴增的量級。現在你懂為什麼開場那道除法會長那個樣子了。分子是一份還在協商的採購清單，分母是一個連自己都在漏水的桶子。7.42 這個數字我給它取個綽號，就叫除法怪。好，講到這裡，你大概已經準備好要下一個很悲觀的結論了。然而事情沒這麼簡單，因為除法怪其實是錯的。我必須誠實的把最強的反駁攤開來講，這是第一次。7.42這個數字是我用21966除以28436算出來的，它是一個比值，不是一個編制概念。目前完全沒有任何公開文件顯示國軍有定出一個人要負責幾架無人機的標準，也就是說，國防部從來沒有說過一人 7.4 架這種話，這是我做的算術，不是官方的規劃。更重要的是 7.42 不是同時操控數，它是存量除以人數。就像你說台灣一個人平均擁有幾雙鞋，那不代表你要同時穿7雙鞋出門。消耗鳥是彈藥，記得嗎？你不會問一個炮兵一個人要顧幾發炮彈，因為炮彈是放在彈藥庫裡的，不是掛在他身上的。208200架消耗鳥，絕大多數的時間是躺在箱子裡等着被領出來。所以正確的問題不是一個人要顧 7.4 架，而是一個人在同一個時間點能同時指揮幾架。那答案是多少呢？這就要講到現在全世界最熱的那件事，一對多控制跟蜂群自主。我們一個一個看，先看宣稱數字最大的。中國電科有一套叫阿特拉斯的蜂群系統，宣稱一個人可以同時操控96架無人機。這套系統2024年在珠海航展第一次公開，2026年3月25日第一次做全流程展示，從偵察、識別、發射到打擊，把整條殺傷鏈走完。瑞典的申寶開發的系統也宣稱，單兵可以同時操控最多100架。如果96架跟100架是真的，那我們的除法怪就直接死掉了。28436个人
每人100架，可以管284萬架，21萬架根本是零頭。可就在所有人以為問題解決的時候，我們去翻有實戰記錄的那一邊。烏克蘭有一套叫斯瓦莫的系統，到2025年底，累計支援超過100次實戰部署，每一次任務協同的數量是多少？3到25架。同一套系統的另一個公開說法是，3人小組可以執行過去需要9名操作員的任務。歐洲的奧特里昂在2026年1月做了一次他們宣稱是全球首次的实彈蜂群作戰，單一操作員同時打擊幾個目標？3個。美軍的蜂群演示也是一樣的量級，1名操作員打3個目標。美方預計要到2026年秋季才進行蜂群作戰驗證，看出落差了嗎？宣稱與展示的數字是96架、100架，有實戰記錄的數字是3到25架，實彈驗證的數字是1個人3個目標。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二個誠實的反方，96架跟100架這種數字，目前都屬於展示或宣稱。目前還沒有公開資料能證實他們在真實戰場上跑過。在一個沒有干擾、沒有敵方電站、沒有惡劣天候、起降場地整齊的展示場上做到96架，跟在有人正在對你電子干擾的海峽上做到96架，中間隔的不是一點點。所以務實的抓法是這樣，一個受過訓練的操作員在自主軟體成熟的前提下，同時指揮的量級是個位數到20幾架。那我們拿最保守的數字回去算，就算一人同時只能管3架，28436人也能同時放85308架在天上。而實戰中，你不可能同時把庫存全放出去，21萬架是存量。從這個角度看，除法怪確實是個假問題。而且還有一個很少人注意的細節，真正的1對多改變的不只是數量，是分工。烏克蘭那個3人小組取代9名操作員的例子，你仔細想一下就會發現，他省掉的不是飛的人，是盯着看的人。以前9個人裡面有一大半的時間是在盯熒幕，判斷畫面裡那一塊灰色是不是車。現在那件事交給機器做，人只負責在關鍵時刻按或不按。所以1對多真正的意義是把人從重複勞動裡拔出来，放到判斷的位置上。那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難呢？因為判斷要負責任，機器可以幫你找到目標，但按下去的那一刻誰簽名，這是制度問題，不是技術問題。這條線我們後面還會用到。那台灣自己在這條線上做到哪裡了？這裡就要講2026年8月6日剛公布的一件事。中科院在2026年2月第一次跟一家美國專做軍用人工智慧的公司簽了合作合約，要把對方的自主飞控平台整合進中科院的智慧型無人系統。我給這套自主飞控平台取個綽號，叫看不見的班長。等一下你就知道為什麼。2026年8月6日，驗證結果公布，中科院用3架自研的勁風3型無人機，成功驗證了這套自主系統，完成多機協同的大範圍搜索任務。整個過程包括起飛、多機調度、降落，全部自主完成，而且自動避開了指定的禁飛區，全程沒有人介入。從2月簽約到8月驗證，中間花了不到3個月的整合時間。中科院的工程團隊在對方技術支援下，自主開發了多套人工智慧飛控系統。勁風3型也值得講一下，它是中科院自研的，被稱為台灣第一款 X 型翼的高機動無人機，屬於第2類無人載具。機體用 3D 列印做模組化設計，能垂直起降，又能定翼高速巡航。起降不需要任何地面輔助設備，主打的就是低成本快速量產。而看不見的班長這套軟體，目前已經整合到超過30種不同的平台上，包括 F-16 戰機、噴射動力無人機、直升機、無人艇、地面載具。這次展示代表原本的合約順利完成，也促成雙方大幅擴大合約規模。至於擴大到多少錢、多大規模，目前還沒有公開資料。所以你看，這件事的意義不是3架無人機飛了一圈，意義在於那3架的頭上多了一個班長。以前一個操作員要盯着熒幕，一架一架下指令，現在他下的是任務，不是動作。他說去這一片海域搜索，剩下的队形、分工、避讓、回收是那個看不見的班長在管。操作員的角色從駕駛員變成任務指揮官，這才是 7.4 這個數字真正能不能成立的關鍵。決定一個人能顧幾架的，從來不是那個人有多厲害，
是他頭上那個看不見的班長寫得多好。好，故事到這裡應該可以收了。軟體會解決人力問題，除法怪是假問題，皆大歡喜。哪知道現實再次反轉，因為就算1對多完全成立，還有一堆更硬的東西卡在那裡，而且那些東西軟體救不了。我們一個一個講。第一個，訓練。國軍現在有4個專責的軍種無人機訓練機構，分別在陸軍、海軍、陸戰隊跟空軍，規劃了10類班隊來擴充訓練量能，其中還包括一個無人機師資班，也就是要先訓練教官的教官。陸軍無人機訓練中心的基礎操作班，訓期大約4周，訓練方式結合了先期的科學量化篩選跟沉浸式模擬，4周之後就可以開飛。4周听起來很短，对吧？我們拿外面的標準比一下，烏克蘭的說法是，一個素人要練成堪用的飛手，大約1到2個月。有一位指揮官的說法是，要訓練4個月，而且每飛一趟就更好一點。所以4周這個訓期是壓在及格線上的，它能讓你會飛，但它離能打還有距離。那教育召集呢？教召的無人機課程時數是2小時，2小時，內容是性能諸元跟偵察型無人機的操作。目標是穩定飛行。有經驗的教練直接講了，2小時沒有想象中簡單，他的理由很具體。真正在戰場上能用的是無衛星定位的姿態模式懸停，透過熒幕遙控的空間感跟肉眼看完全是2回事，還要會判圖，會排除故障。我們再拿民用那一套來對照，你會更有感。交通部民航局的無人機操作證是3級制，而且不可以跳級，學習操作證、普通操作證、專業操作證，一級一級上去。專業操作證要年滿18歲，要通過學科跟術科測驗，要體格檢查，而且還依最大起飛重量分級。你必須持有基礎級的專業操作證滿1個月，才能申請進階級。專業操作證本身再分3個等級，依飛行高度跟可以執行的任務來區分。光是學科測驗30分鐘20題，要80%才及格。題庫大概300到400題，你把這2件事並排放，民間拍風景照的操作證一級一級考，中間還要卡1個月的資歷。軍方的教召課程2小時，我不是要說軍方隨便，教召本來就不是拿來訓練專業飛手的，它的目標是讓後備人力對這個東西不陌生。但這個對照告訴我們一件事，2小時能產生的是認識，不是戰力。而且還有一個問題，目前查不到答案。軍方的無人機操作資格跟民航局那套3級制到底有沒有銜接，有沒有互認，目前還沒有公開資料能證實。第2個硬東西，編制。這裡有一條線非常漂亮，我們慢慢看。陸軍的無人機訓練中心是2025年1月成立的，2026年4月10日，它在台南內角營區揭牌升格，改名為無人系統訓練指揮部，位階拉到兵監等級。從一個訓練中心到一個指揮部，只花了16個月。有軍事媒體形容，這創了陸軍組織發展的記錄。升格之後，業務也擴大了，除了空中的無人機，現在還涵蓋水面無人艇、水下無人載具，以及包含機械狗在內的地面無人載台。內部還新增了無人機作戰研究發展室跟一個測考中心，負責訂定部隊的測驗標準。但是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首任指揮官仍然由上校擔任，未來將在適當時機調整為少將，才符合兵監單位的定位。換句話說，這個指揮部現在是穿着大1號的衣服在跑，位階先給了，人事還沒跟上。部隊那邊也一樣快。2026年4月，3個作戰區的無人機大隊全數編成，北中南3個軍團各一個。軍方形容這種單位可以當成軍團炮兵來使用，也就是屬於軍團層級的直接火力支援。2026年7月，澎湖防衛指揮部的无人機單位從連級升格為大隊，是外島防衛部的第1個。他已經首度參與國軍的聯合防禦操演，任務是情搜跟引導戰車火力。所以到今天為止，一共4個大隊，3個本島加1個外島，看起來一切都在快速就位。然而事情沒這麼簡單，這是第3個誠實的反方，而且是最硬的那個。有編無裝，這4個字不是我發明的，是國防部長自己講的。他的原話大意是，如果不持續購置，這些單位就會變成有編無裝。實際狀況是什麼？大隊都成軍了，但多數無人機還沒到貨，
部隊現在先用訓練用的無人機維持操作手的基礎演練，而特別預算裡要採購的那批美制游蕩彈藥與偵察無人機數量超過2000架，是在2026年5月才拿到美方的發價書草案。發價書草案的意思是，連正式報價都還在流程上，離到貨還有很長一段路。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是這樣：編制表長得比人快，人長得比裝備快，裝備長得比法案快。3個大隊編成是4月，指揮部升格是4月，而那筆2100億的條例到8月都還在協商，順序完全是倒過來的。正常的邏輯是先有裝備，再有編制，再有訓練。現在是先有編制，再等法案，再等裝備，訓練用的還是別的機子。立法院的外交及國防委員会在6月29日跑去无人系統訓練指揮部考察，背景就是這個採購案受阻。第3個硬東西是那些沒有人會拍成宣傳片的部分。我們把21萬架這個數字換算成後勤的體感。先講電池，多旋翼無人機的電池是消耗品，充放電幾百次就衰退。假設一架配3組電池，21萬架就是63萬組電池。這些電池要充電，要恆溫保存，要定期做維護放電，還不能全部堆在同一個倉庫裡，因為鋰電池會燒。你需要多少充電站，多少電，多少個管電池的人？這些人算在28436裡面嗎？他們是操作手嗎？目前都沒有公開資料能回答。再講頻譜這件事，我們先前專門聊過，不贅述，但一定要提一句，無人機靠電磁波活着，1台要1段頻寬，2台要2段。當你在一個戰區同時放出幾百架，這些訊號會互相打架，這叫頻譜擁擠。敵方甚至不用打下你的飛機，只要在那個頻段上塞滿雜訊，你的21萬架就集體變成21萬塊會掉下來的塑膠。這就是為什麼看不見的班長那麼重要。真正抗干擾的做法不是把訊號加強，而是讓飛機在斷線的時候還能自己完成任務。也就是說，自主不是為了省人，自主是為了在被干擾的時候還活着，省人只是附帶效果。再講修理，無人機不是只有全損跟完好2種狀態，它會摔，會裂，會進水，會撞歪馬達座，這中間有一大片叫做可修復。誰修？在哪裡修？零件庫存放哪裡？一個消耗鳥壞了大概不值得修，直接換。但那1446架殲真型跟1320艘無人艇不一樣，那些是資產，是要修的。而且無人艇泡在海裡，海水對電子設備的腐蝕是很凶的。一支部隊真正的戰力從來不是它有幾台裝備，是它的妥善率。還有一個沒人愛講的東西，天候。台灣海峽的風是出了名的，東北季風季節浪高風強，小型多旋翼根本上不去，無人艇更慘，海象一差，1320艘小艇能不能出港都是問題。換成是你會怎麼判斷？如果你手上有21萬架東西，但1年裡面有好幾個月他們飛不出去，那你要麻備更多，要麻備更耐候的，而耐候就意味着更大、更貴、更少。這是一個直接跟便宜大量互相矛盾的需求。所以那份清单裡的3個品项其實各自面对完全不同的物理限制。殲真型怕風，攻擊型怕干擾，無人艇怕浪。它們唯一的共通點是都寫在同一張2100億元的紙上。第4個硬東西，產能。這個我們用算得最清楚。國內指標廠中光電智能機器人計劃在2026年底把無人機的月產能從1000台擴大到5000台，也就是擴產5倍。同時新增固定翼垂直起降機種，因為目前只生產多旋翼。這家公司2024年是軍用標案的最大贏家，拿下3037台訂單。2025年預計出貨3500台，人力已經增加了3倍，還在研擬台美雙核心基地。月產5000台，換算年產是6萬架，這是滿載，是最理想的狀況，是所有產線都不停的狀況。現在看需求，208200架消耗鳥，攤在2026年8月到2031年12月，大約 5.4 年，等於年均要交大約39000架，39000對6萬，理論上夠。但這句話有個很大的但書，那是要這家公司把全部產線都給軍方，一台商用的都不做。而且這只是一家公司，其他廠商呢？雷虎科技從2022年起投入無人機系統研發超過1億元，
產品線包含人工智慧辨識的第一人稱視角攻擊無人機，在軍用攻擊無人機跟無人艇的布局最完整。漢翔有航太制造跟軍用系統整合的優勢，但這二家的無人機月產能或年產能目前都查不到公開的具體數字，沒有數字就沒辦法算，這本身就是一個答案，代表整個產業的總產能，外界目前是算不出來的。所以那句國內廠商產能大挑戰不是危言聳聽，是真的沒人能證明做得到。好，我們把所有東西攤完了，錢在協商，人在下滑，訓練壓在4周，編制跑在裝備前面，電池頻譜修理沒人算，產能只有一家，有數字。那真正的瓶頸到底是什麼？換成是你會怎麼判斷？我的答案是，真正的瓶頸既不是人也不是機器。我用一組对照來說明，這組對照是本集最重要的一段。烏克蘭2025年烏克蘭產出的無人機超過400萬架，2026年的目標是超過700萬架。另外有官方確認的說法是年產1000萬架，並且要增加到2000萬架，還跟歐盟簽了11億美元的無人機協議。2026年初，光是第一人稱視角無人機的年產能就已經超過800萬架，投入生產的企業大約450家，其中主要業者40到50家。那他們有多少人在飛？整個無人機體系涉及大約8萬人，真正的實戰飛手估計是2.5萬到4萬人。現在我們做除法，1000萬架除以3萬名飛手等於333，一名飛手一年消耗333架。你把這個數字跟我們的除法怪擺在一起，台灣 7.4， 烏克蘭333，差了45倍。但這不是在說台灣買太少，完全不是，這是在說這2個 7.4 跟333根本不是同一種東西。 7.4 是存量，是倉庫裡有幾架除以賬上有幾個人。333是流量，是一年燒掉幾架除以有幾個人在燒。存量跟流量搞混是所有无人機討論裡最常見的錯誤。一個真正打起來的戰場，決定勝負的從來不是你倉庫裡有21萬架，而是你每個月能補多少架進去。所以那個問法要換掉，不要問一個人要雇 7.4 架，要問的是一個月能生產幾架，能訓練幾個人，能修好幾架，能補幾組電池。前面那個是照片，後面那個是影片。講到這裡，我要做第4個誠實的反方，因為這個對照非常容易被濫用。很多人喜歡拿美國來比。美國國防部在2025年12月2日宣布了一個採購案，規模10億美元，目標是未來數年內為美軍增加30萬架無人機，時程是2026年7月前交付大約3萬架，2027年提升到超過20萬架，長期目標30萬架。整個計劃分4階段，每一階段用實測競賽來篩選廠商。第一階段是2026年2月到7月，2026年3月5日，國防部下了第一批訂單，3月就交付給17個軍事單位。2026年7月22日，這個計劃還新增了轟炸型的類別。那我們來算，美國30萬架10億美元，大約新台幣300億元，台灣21萬架2100億元，一比好像台灣貴了很多倍。這個比法是錯的，我要講清楚為什麼。第一，那10億美元是首波計劃的額度，不是30万架的全部成本，後面還有既有預算跟其他項目在支撐。第二，機型組成完全不同，美方那30萬架裡有大量的小型偵察與訓練用機，跟濱海攻擊型不是一個量級的東西。第三，台灣的2100億是一個5年的特別預算，裡面包含的不只是機體本身，所以這2個數字不能直接相除。任何拿300億除以30萬，再拿2100億除以21萬來罵人的說法，都是在比2個不同的東西。我把這個限制講在這裡，是因為誠實比好聽重要。但美國這件事還是有一個地方值得抄。4階段，每階段用實測競賽篩廠商，也就是說，他們不是先簽一張大單再等交貨，而是邊買邊比，比輸的就出局。這跟國防部說的那8個字其實是同一件事，大量、長單、迭代更新，差別在於迭代這2個字要怎麼寫進合約，這才是真功夫。現在我可以回答那個問題了，真正的瓶頸是什麼？
是那張還沒寫完的編制表。我來給你看最後一組對照。陸軍從無人機訓練中心到升格為無人系統訓練指揮部，只花了16個月。在同一段期間裡，志願役士兵的員額掉了8201人。編制表長得比人快，這句話聽起來像抱怨，但它其實是這整件事的核心。因為編制表不只是一張紙，編制表決定的是一個無人機大隊裡面操作手占幾成，維修室占幾成，電池管理占幾成，資料判讀占幾成，頻譜管制占幾成。決定的是這些人算不算戰鬥兵科，算不算專長加給，升遷路徑走哪一條，一個上校位置什麼時候變成少將。這些東西目前都還沒有完整的公開答案。3個大隊各自的編制人數目前沒有公開，21萬架需要多少操作員，官方完全沒有公開的估算文件。國軍累計訓練了多少名無人機操作手，也沒有公開數字。我要特別提醒一件事，曾經有一個說法是培育逾10萬地面部隊相關素養，這句話指的是訓練中心服務的对象範圍，不是操作手的認證人數。這2件事不能混為一談，我不會把它當成操作手數字來用。所以現在的處境是這樣，我們知道要買幾架，我們知道要花多少錢，我們知道要編幾個大隊，我們不知道一個大隊裡面應該有幾個人，這些人該叫什麼，該怎麼升，該領什麼加給。一支軍隊真正的成本從來不在採購價，在於那張表要養的人要養多少年。現在讓我們回到開場那個數字 7.42 除法怪，我花了一整集在拆它，现在我可以給你一個乾淨的判斷。第一， 7.42 這個數字在算術上是對的，21.966除以28436就是 7.42， 這沒有爭議。第二， 7.42 在軍事意義上是錯的，它把彈藥當成裝備算，把存量當成流量算，把預算員額當成實際人數算，3個錯疊在一起。第三，但 7.42 在制度意義上是對的，它對的地方不在那個數字本身，而在它逼出來的問題。因為當你問一個人要雇 7.4 架的時候，你真正在問的是3件事：一個人在同一時間能指揮幾架？這個答案在軟體手上目前有實戰記錄的量級是3到25架，台灣自己剛用3架驗證了自主協同，方向是對的，但3跟25之間還有很長的路。一年能補進來幾架？這個答案在產能手上目前能算出來的只有一家公司，年產6萬架，需求年均39000架，理論上夠，但那要他把整條產線都給軍方，一個大隊要幾種人？這個答案在編制表手上，而那張表到今天還沒寫完。所以這2100億元買的到底是什麼？他買的不是21萬架飛機，飛機是最容易的部分，飛機只要有錢、有產線、有飛鴻供應鏈，2到3年就能堆出來。他真正買的是2樣東西，一樣是那個看不見的班長，也就是能在被干擾的時候讓一群機器自己完成任務的軟體。這一樣，中科院在2026年8月6日用3架勁風3型證明了我們摸到了門，但只是門。另一樣是那張還沒寫完的編制表，而編制表這種東西是沒辦法用特別預算買的，它不能標案，不能發價，不能分4階段實測競賽，它只能一條一條寫，一個位置一個位置補，一年一年養。所以如果你要問我這筆錢該不該花，該花，因為消耗鳥式彈藥，彈藥本來就要囤，而且飞鴻供應鏈這件事本身就有戰略價值。但如果你要問我這筆錢花下去 7.4 這個數字會不會變好看？不會，至少不會因為多買飛機而變好看，因為分子是用錢解決的，分母是用制度解決的，而這2件事現在跑在完全不同的速度上，一邊是16個月從訓練中心變成指揮部，一邊是1年調8201個士兵。那張編制表還沒寫完，